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对于女性朋友来说，色斑的出现是非常让人苦恼的，因为它严重的影响了外貌。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淡化色斑呢？木子给大家介绍几种能够淡化色斑的食物。第一种，黄瓜。黄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，不仅能起到补水的效果，对于淡化色斑也很有好处。第二种，柠檬。柠檬富含维生素 C， 还含有丰富的钙、磷、铁等物质，不仅能起到淡化色斑的效果，还能够延缓衰老、润肠通便。第三种是枸杞。在我们的认知中枸杞是具有补肾效果的，其实呢，它在抗衰老方面也有不错的作用。长期服用呢，就能使你延缓衰老。第四种是猕猴桃。猕猴桃含有大量的微量元素和矿物质，能够起到减少黑色素生成、淡化色斑的效果。所以，如果你还在为脸上色斑而感到烦恼，就可以试试这些食物，还能帮你省掉不少做美容的钱。女性雌激素偏低可能会有3个表现，很多人都忽略了。表现1：皮肤越来越差。女性体内的雌激素对皮肤影响很大，如果雌激素分泌充足的话，那么皮肤就会非常的红润有光泽。但如果雌激素偏低，皮肤就会变得越来越差，出现色斑、痘痘、脸色暗淡无光，甚至长皱纹的情况。表现2：月经紊乱。如果女性月经正常，那么说明子宫和卵巢也是比较健康的，体内雌激素的分泌也是充足的。但如果月经发生紊乱，那么就要小心，很可能是体内雌激素偏低了，最好及时调理。表现3：脾气暴躁。如果体内雌激素偏低，就会影响到女性的内分泌，这样也容易使人出现暴躁、情绪波动大，或者是经常抑郁的情况。这时也要注意补充雌激素。所以女性朋友要经常的注意自己身体发生的变化，若是出现雌激素偏低的情况，大家需要及时进行调理，不然会使人加速衰老，对健康不利。结束了炎热的3伏天，入秋后是养生的黄金期，这时如果能调养好身体，秋冬也能少生病，不妨呢常喝一粥赤小豆百合粥。制作的时候，先将赤小豆泡好，然后将大米和百合洗干净，把赤小豆放在锅里，加入适量的水，用大火烧开，然后再用小火煮烂。这时将大米放入，煮熟之后再放百合，煮2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赤小豆百合粥有很好的清利湿热、养阴润肺的功效，入秋后多吃点，对身体健康有帮助。除了多喝一粥外，还可以多吃凉果。第一种，梨。梨的味道很好，香脆多汁，鲜甜可口。入秋后天气比较干燥，多吃一些梨有清心润肺、止咳平喘的功效，能帮助养护肺部健康。第二种，葡萄。葡萄不仅好吃，而且营养丰富。经常吃葡萄有很好的生津消食、缓解疲劳、补血益气的作用，也非常适合秋天吃，对身体有很大好处。入秋后昼夜温差比较大，所以大家要注意保暖，以免感冒。还有要多注意睡眠，早睡早起，适当的运动有利于身体的。我们双脚分布很多内脏经络反射区，通过双脚我们是可以判断出肾脏的健康与否的。如果没有3种表现，说明肾脏还不错。先看脚趾甲。那正常情况下，我们的脚趾甲和手指甲一样，也是有月牙的。如果发现自己脚趾甲月牙很少或者数量很少，就可能是肾气不足了，体内缺乏营养物质，肾脏得不到滋养，这时就应该注意养肾了。再来看脚趾。小脚趾是足少肾经的源头，如果小脚趾粗壮厚实，那么这是肾气充足的表现。但如果小脚趾瘦弱，就要小心肾气不足了，也要抓紧调理。最后看脚掌纹，伸出自己的脚，看一下脚掌的纹路。如果脚掌纹很深的话，就可能是肾脏不太好了，也可能是内分泌失调引起的。肾不好该怎么办呢？下面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有助养肾护肾。这个动作就是扫耳搓耳。自然站立，双腿屈膝，先用左手叉腰，右手扫耳朵2次，再换右手叉腰，左手扫耳朵2次，最后再双手交叉搓拉耳垂，这样为一组，每次做50下。中医认为肾开窍于耳，
这样搓耳朵可以帮助养护身。大家都知道，走路是一种很好的锻炼方式。有人说，通过走路的快慢可以看出寿命的长短。那这种说法到底对不对呢？其实走路和我们身体机能有很大关系，比如骨骼、肌肉、呼吸系统、神经系统等等。如果中老年人走路快而且很稳的话，说明寿命会比较长，身体的机能也比较健康。但是呢，想要长寿不单单取决于走路，还和下面这3点有关。第一点，心态。心态的好坏和长寿也有很大关系。如果每天都能够有一个乐观的心态，保持好的心情，那么身体状态也会非常好。这样的人会少生病，更容易长寿。第二点，睡眠。如果长期失眠，睡眠质量差，那么身体的抵抗力和免疫力也会下降，时间长了，疾病就会找上门。而每天都能保持好的睡眠，这样也可以提高身体的健康水平，人也更容易长寿。第3点，饮食。饮食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，如果在饮食上能够保持清淡，每天保证有规律的饮食，那么对延长寿命也是有非常大帮助。相信很多人对尿酸高都有一定的了解了。那尿酸高不仅会引起痛风，还会给肾脏造成损伤。尿酸高除了用药物控制外，还可以用食疗的方法辅助平稳尿酸。不妨试试下面这2种食物。萝卜。萝卜是一种常见的食物，可能很多人不喜欢吃萝卜，但是萝卜是一种非常有营养的食材，其中含有多种维生素、微量元素和碳水化合物，经常吃可以帮助降低血脂，预防动脉硬化。尿酸高的人经常吃萝卜，可以帮助平稳尿酸，减少痛风的发病几率。白菜。白菜清甜脆爽，相信很多朋友都喜欢吃，而且白菜营养丰富，其中含有蛋白质、粗纤维、碳水化合物以及多种微量元素，可以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，有很好的清肠通便的效果，对促进尿酸的排出也有一定帮助。那经常吃可以帮助预防痛风的出现。尿酸高的朋友一定要养成规律的作息和饮食习惯，多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，少吃含嘌呤高的食物，平时多喝水，多运动，有助平稳尿酸。这个年龄的增长，很多人都会长出白头发。那由于每个人的身体素质不一样，所以头发开始变白的位置也不一样。那有些人头发先从两鬓开始变白，是怎么回事呢？首先可能是压力太大了。日常生活中，很多人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，不管是来自生活还是工作的。那压力大会让整个人的精神都处于紧绷状态，产生焦躁的情绪，这样时间长了就可能会出现两鬓变白的情况。其次，肝火旺盛，因为我们的两鬓对应的脏腑反射区是肝胆。如果肝胆之火旺盛，那么很容易使人出现脾气暴躁、口干口苦、眼睛酸涩等情况，同时也会使两鬓头发变白，所以大家要小心上面这2个原因。那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避免长白头发呢？下面教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这个动作就是梳头，大家可以找一把适合的梳子，比如牛角梳或者是木质梳子，如果没有梳子，也可以用手指代替。这样从前往后的梳头3到5分钟，这样梳头按摩头部可以促进头皮的血液循环，有利于头发的生长发育，对改善脱发和白发有很好的效果。那老年人经常这样梳头，还可以起到预防脑中风的作用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